我和嫂子竟在同一天生产，我顺利诞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，而嫂子则生下了一个粉嫩的女儿。可嫂子却像是着了魔一般，在病房里扯着嗓子大吼大叫，声称我偷偷替换了她的儿子。婆婆得知此事后，匆匆赶来，苦口婆心的劝我把儿子和他的女儿调换一下。我怎么能答应这样的要求呢？所以我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婆婆的提议。可我没想到，我的拒绝竟然引发了一场悲剧。有一天我外出办事，只留下儿子一个人在病房里。等我回来时，看到的却是让我心碎的一幕。我的儿子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已经没有了气息。我强忍着悲痛，走到床边，看着躺在床上的孩子，心中虽然悲愤交加，但脸上却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。我轻声对站在一旁，眼神有些慌乱的嫂子说道：“嫂子，你看清楚了，这死的是你女儿，不是我儿子呀！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，现在满意了吧？就是他，绝对是他。趁我在手术室门口等着被推出来那会儿，把咱们的儿子给换了。”嫂子被推回病房后，一得知自己这胎又生了个女儿，整个人就像疯了一样，在病房里上蹿下跳，扯着嗓子大喊大叫：“把我儿子还给我，还给我啊！”嫂子一边喊，一边在病房里四处乱撞，那模样就像个失控的疯子。我看着嫂子这魔怔的样子，心里又怕又气，赶紧让老公把儿子抱紧点，别被嫂子伤着了。你赶紧去把我儿子抱回来，那可是我儿子。我怀孕的时候做梦，梦里清清楚楚就是我肚子里怀着个儿子，肯定是你自己生不出儿子，就来抢我的。嫂子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，手指直直地指向我，破口大骂：“你自己没本事生儿子，居然抢别人的儿子，你还是个人吗？我整个孕期都爱吃酸的，张孕你爱吃辣的，而且我的肚子尖尖的，你的肚子圆圆的，你就是怕生个女儿，你老公不要你了，所以才抢我儿子，是不是？”我听着嫂子这些毫无根据的歪理，气得太阳穴突突直跳，脑袋都快炸了。在手术室里，你刚生完，医生不就当着你的面说了孩子的性别，还给你看了吗？我强忍着怒火，瞪着他说道：“医生还把我儿子双腿岔开给我看，大腿上有个胎记呢，医生没给你看吗？你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，你就是偷了我儿子，快把我儿子还给我，不然我就报警，我要报警说你偷我儿子。”嫂子根本不听我解释，依旧不依不饶。我知道嫂子想要儿子都快想疯了，但没想到她能这么无理取闹。她还在旁边不停地拉扯她老公，让他过来抢孩子。我帮你报警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拿起手机就要拨号。你当现在是什么年代？医生是瞎了，还是医院没监控？见我真要报警，她老公和婆婆这才像活过来似的，赶紧冲过来抢走我的手机。没必要，没必要。婆婆抢走手机，迅速塞进口袋，陪着笑脸说：“你嫂子刚生完，情绪太激动了，你就让她。妈，我生的就是儿子啊，她抢走我儿子了啊！”我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嫂子气得像条刚被扔上岸的大胖鱼，在床上不停地扑腾，动静大的把医生护士都引来了。医生护士们仔细翻阅资料，再三核实确认后，告诉嫂子她生的就是女儿，不是儿子。住院这3天，我被嫂子折腾得心力交瘁，好在我就快出院回家了，而嫂子因为是剖宫产，还得再住几天。我和老公买的房子还没交房，现在只能和嫂子、婆婆住在一起。嫂子出院回来的那天，我正在午休，客厅里闹哄哄的，声音大得震耳欲聋，
硬生生把我吵醒了。我翻了个身，看着熟睡的儿子，心里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就没出去。张韵，你还在睡吗？婆婆轻轻推开门，脑袋探进来，小声问道：妈有件事想和你说。我坐起来，问：什么事？婆婆走进来，老公也跟着走了进来。其实吧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婆婆坐在床边，伸长脖子，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正在睡觉的孙子。这几天你嫂子在医院整天又哭又闹，情绪特别不好。你嫂子家在外地做生意，她又是独生女，将来肯定得有孩子去继承家业。听着婆婆这番话，我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你嫂子2胎都生女儿，这将来要是嫁出去，她娘家的家产说不定要被她那些堂哥堂弟抢走。妈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皱着眉头，不耐烦地问道。你现在还年轻，又是第1胎，休息好了，出了月子马上就可以继续怀。你嫂子年纪大了，这胎来的不容易，你就说你换了孩子，把儿子给他，他女儿给你，反正都是自家的孩子，换来换去不都是咱老王家的，也没差，你说对吧？而且妈看你屁股大，身体好，这2胎肯定还是个男孩，到时候你和你嫂子家1儿1女，多好啊！婆婆越说越激动，眼睛都放光了，就差没直接把我儿子抱起来了。嫂子家有钱，婆婆整天巴结着，加上嫂子又是独生女，婆婆就整天念叨着嫂子娘家的工厂。说着说着，嫂子自己也担心起来，生怕自己生不出儿子，家产会变成别人的，所以刚怀孕就找神婆算男女。之前还抽血准备送出国验男女，结果中介被扣押，东西也被扣押了，吓得他们也不敢再去找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忍着怒火，笑着说：妈，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，你都说了，都是一家人，那就让嫂子把我儿子当成她儿子养，不就好了？前一秒婆婆还喜笑颜开，觉得我很懂事，下一秒听我这话，脸瞬间就垮了下来，黑着一张脸站起来。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啊？你儿子和他女儿换一下，继承家产的不还是你儿子？那么大便宜给你，你都不会拿，蠢死了！婆婆恶狠狠地剜了我一眼，骂了一声，就气呼呼地走出去。我看着站在旁边的老公，冷冷地问道：你该不会也想这么做吧？老婆，我觉得妈说的也有道理，毕竟嫂子家开工厂，年入100万，到时候真没孙子继承，白送给那些堂哥堂弟，也太便宜人家了吧！滚！我抄起枕头，朝着他狠狠砸过去。我以前还真没察觉到王天意居然是这种人。张韵，你真是死脑筋啊！王天意啧了一声，皱着眉头，一脸嫌弃的直接走出去。我还以为嫂子回来还会在那边各种发疯，说我抢她儿子，没想到发疯的居然是我婆婆和老公。但我嫂子也还是疯的厉害。这天我妈妈买了5、6件几百块的婴儿服送过来，特意洗好晒在阳台上。我给儿子换上，抱着他在客厅休息时，我看到嫂子去阳台把我儿子的婴儿服给收了。嫂子，那是我儿子的衣服。嫂子停下脚步，阴阳怪气地说：知道你生了儿子，没必要张口闭口就我儿子我儿子，不就生了个儿子，有什么好炫耀的？这年头生儿生女都一样，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孝心，小心教出个白眼狼，死黄毛！我走过去，一把将衣服抢回来。我炫耀什么了？你拿我儿子的衣服，我还不能说你了。放手！嫂子猛地拽回去，把衣服狠狠地丢在地板上。不就是几件10几块的拼多多衣服，白送我，我都不要，小心穿了得皮肤病。
我女儿都是穿专柜的大牌衣服。嫂子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然后气呼呼地转身走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弯腰把掉在地上的衣服捡起来，拿到卫生间重新洗干净。嫂子整天把我家有钱挂在嘴边，可孩子出生到现在都半个月了，他爸妈那边连个影子都没见着，更别说送什么东西过来了。反倒是婆婆好几次把我爸妈送来的燕窝鱼翅直接分了一半给嫂子。我稍微说两句，婆婆就立马跳出来，说我一家人怎么这么计较，这点小东西也值得说来说去。还有一次，嫂子气得眼泪汪汪，直接把燕窝砸在地上，说我生了儿子就是故意气他，现在他吃2口东西，我都要说3道4，还闹着要离婚。婆婆吓得赶紧哄着她，还让我滚出去，别这么小气。这一闹之后，婆婆给2个孩子买衣服玩具，给嫂子那边的就必须比我儿子的贵，不然她又要发火，又是离婚什么的挂在嘴边。这天我刚给儿子喂完奶，准备去洗奶瓶，就看见嫂子在拆快递，快递上还写着我的名字。嫂子，这快递是我的。我走过去说道，你的，整个家都是你的，我和我女儿滚出去睡大马路边算了。嫂子阴阳怪气的回应。婆婆刚买完菜回来，东西都没来得及放下，就赶紧问道，怎么了呀？哎呀，你是不是又惹你嫂子生气了？我不是跟你说了，你差不多就行了。嫂子乱拆我快递，我无奈的说道，拆就拆，又不是什么宝贝，至于那么计较吗？婆婆刚说完，就看见嫂子把快递打开了，里面是我爸妈给我儿子买的金镯子。嫂子拿起来，顺手就戴在了她女儿的手上，真适合我女儿。嫂子满意的看了看，就是克重小了点，摘下来。我冷冷的说道。嫂子站起来，冷嗤一声，不就是一对金镯子，我爸妈也买了，过几天就送到，到时候我那付给你。看着他理直气壮的样子，我上前挡在他面前，朝着他女儿伸手，他躲闪开，抢什么抢，闪一边去。你嫂子都说了，过几天他爸妈也要送一对过来，你到时候拿那对不就好了？婆婆上前拦着，将我推开。你爸妈既然要送过来，那你就带你爸妈的，干什么要抢我儿子的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气得浑身发抖，一次两次就算了，他次次都要抢。我爸妈送来的快递，他总是拆，什么玩具衣服都直接拿过去用。我说了好几次，他还是这样，现在居然都抢金子了。陈思思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把镯子拿过来，我就报警，说你抢劫。这对镯子我妈花了1万多，已经够立案了，我也不去抢了。回房拿起手机就准备打电话，婆婆吓得又要抢我手机，这次我没让她抢走，还你！嫂子怒喝一声，不就是一对破镯子，我爸妈买的那对可要5万块，搞得好像我很稀罕一样。嫂子把镯子摘下来，看着我，忽然笑了一声，猛地朝着窗外丢出去，还你了。婆婆看到嫂子的操作，很是解气的冲我笑了笑，活该。喂，警察吗？我要报警。我嫂子抢了我一对价值1万的金镯子，不还给我，还丢掉，地址是江城世纪花园。我报完地址，直接挂断电话。婆婆和嫂子都懵了，大概是没想到我居然来真的。他们劝我赶紧打电话说开玩笑，不是真的，我理都不理。婆婆吓得赶紧跑下楼去把金镯子捡回来，但是丢下去的时候磕到了，镯子都刮花了。警察过来后，因为这是家庭内部盗窃案，如果家属谅解，就不认为是犯罪，只是追究民事责任。婆婆哭着跪下来求我原谅嫂子，我老公和大哥
知道这件事也赶紧回来。嫂子哭着撒谎说根本不知道这快递是我的，我直接调取监控，我俩吵架的内容直接播出来。大哥说重新赔我1对金镯，又给我5000块损失费，希望我能谅解嫂子。我最后还是选择原谅，但警告嫂子不准再碰我的东西，要不然我还会报警。这是在小区传开，可谓是尽人皆知，气得嫂子都不敢出门，在家恶狠狠地瞪着我。晚上，我妈从别人那边得知这件事，打来电话叫我下楼谈事。我抱着孩子下楼去，我妈一看到孩子，开心的不得了，赶紧抱过去。我包忘记拿了，我上去拿，我说道。嫂子把孩子放在沙发上，自己玩着手机，见我回来，视线一直停在我身上，那眼神看得我都发毛。我下楼和妈妈去附近的餐厅，一边走一边想着家里这些破事，心里烦闷不已。晚上，我正准备回家，老公打来电话：“喂，你在哪里？”王天意很是激动地说道：“我和我妈妈在外面逛街啊。”“逛街？你居然跑出去逛街？儿子在家被人掐死，嫂子的女儿被人绑架了，你还有心情逛街？”“什么？”我听到这话，脑袋嗡的一下，差点没站稳。掐死？我儿子被人掐死？我愣愣的看着被我妈妈抱在怀里的儿子，诧异的问道：“你在说什么？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儿子死了啊！你出门可以，也不能把儿子一个人丢在家里面不管啊！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回来！”我还来不及解释的时候，王天意气冲冲的挂断了电话。“怎么了呀？”妈妈关切的问道。“家里出了点事，妈，你先回去。”我强忍着泪水说道。我独自一人回到家中，推门便看到家里人脸色颓废的坐在客厅里。我朝着房间走过去，看着躺在床上的孩子，此刻他脸色发紫，脖子上甚至还有几个手指印，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疼。呜呜，我的女儿怎么丢了？怎么不见了啊？客厅传来嫂子撕心裂肺的哭声，听着这哭声，我眉头不由得一皱，心里充满了疑惑和愤怒。我从门口看出去，婆婆和大哥还有我老公一个劲儿的安抚着嫂子，却没有人在乎躺在床上已经死掉的小孩。我扯开被子，拉开孩子的裤子，仔细查看，上面没有胎记，再往里看，性别看得一清二楚，这根本不是我儿子。你们报警了吗？我冷着脸走出来，声音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。我瞧见嫂子眼底掠过一抹惊恐，但很快又继续呜呜的哭泣着。大哥轻轻抚摸着老婆的后背：“报什么警？你是想要我女儿被撕票吗？现在能做的就是等绑匪打来电话，看看到底要多少赎金。”我听着大哥的话，心里一阵冷笑，这一切肯定和嫂子脱不了干系，我一定要查清楚真相，还我儿子一个公道。我死死盯着嫂子泛红的眼眶，她脖颈处还沾着半干的泪痕，可微微颤抖的指尖却在泄露真相。婆婆扑过来揪住我的胳膊时，我闻到她身上混着廉价香水和汗味的气息。“都是你，整天出去鬼混，把孩子扔在家里。松手！”我反手甩开她的手，指甲在她手腕上留下5道红痕。“王天意没告诉你，我每天出门都会把儿子放在商场母婴室托管，连你儿子都不知道。”我掏出手机，调出商场监控截图，画面里2小时前，我抱着孩子走进了24小时营业的母婴中心。王天意的喉结剧烈滚动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“不可能，那床上的孩子，让我来告诉你。”我缓步走到床边，掀开床单时带起一阵冷风。死去孩子脖颈处的指痕深浅不一，
左手小指还缠着半截粉色丝带，这是你女儿最喜欢的发饰。上周我给她扎辫子时，她哭闹着扯断了。我转向瘫坐在地的嫂子，陈思思，你掐死亲生女儿时，有没有听她叫最后一声妈妈？嫂子突然发出尖锐的嚎叫，像被踩中尾巴的野猫般扑过来。我早有防备，侧身闪过的同时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，那是她产检时偷偷塞给我的胎儿性别鉴定单，边角还沾着干涸的血迹。你以为我真不知道？我将单子甩在她脸上。3个月前，你找地下诊所做 B 超，发现又是女儿，就开始策划这场偷梁换柱。今天下午3点，你趁着我下楼取快递，用安眠药迷晕孩子，再把你女儿掐死后换上我儿子的衣服。胡说！嫂子突然抓起茶几上的水果刀，刀尖在灯光下泛着冷光。明明是你嫉妒我家有钱，想抢走我儿子继承工厂。他疯狂挥舞着刀，却在看到儿子襁褓上绣着的章字时突然愣住。那是我妈亲手绣的，针脚细密的像她的爱。大哥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，他颤抖着捡起地上的鉴定单，声音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。思思，这上面写着胎儿染色体异常。空气瞬间凝固，嫂子手中的刀当啷落地，她突然瘫坐在地，捂着脸发出凄厉的笑声。没错，医生说孩子生下来也是智障，我不能让陈家的工厂被个傻子继承。她突然抬起头，眼神猩红的盯着我。都是你，为什么你能生健康的儿子？这时门外突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，2名警察冲进来时，我正将嫂子试图销毁的安眠药瓶踩在脚下。婆婆见状，突然冲向窗户，不能被抓，我王家丢不起这个人。我一个箭步冲过去，拽住她的后衣领，布料撕裂声混着她的尖叫。警察将婆婆按倒在地时，我看到她口袋里掉出一张泛黄的纸，是她和嫂子签订的换子协议，条款里明晃晃写着，若张韵拒绝换子，陈思思有权采取极端措施。审讯室里，嫂子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，她揪着头发喃喃自语，我只是想让孩子有个好前程。而婆婆在拘留所突发高血压，被送去医院时还在咒骂我扫把星。王天意跪在我面前求原谅，被我用行李箱直接砸出门外。3个月后，法院判决下来，嫂子因故意杀人罪、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无期徒刑，大哥因包庇罪获刑3年，婆婆因教唆犯罪被判2年。我带着儿子搬回娘家，父母将老房子改造成托管中心，专门收留被遗弃的婴幼儿。某天，我在整理旧物时发现怀孕时的产检报告，最底下夹着一张匿名纸条，字迹潦草却清晰，小心陈思思，她联系过黑市中介。我这才想起，产检时总有个陌生护士频繁出现在诊室附近，每次都戴着口罩。1年后，我在托管中心门口偶遇刚出狱的王天意，他头发花白，身形佝偻，怀里抱着个破旧的婴儿礼盒，这是儿子的满月礼。他声音沙哑，礼盒打开却是空的，他们把我卡里的钱都转走了，工厂也破产了。我牵着儿子转身离开，小家伙突然回头，奶声奶气地喊：叔叔，妈妈说坏人会变成大灰狼。阳光洒在孩子脸上，我抱紧他，继续前行。身后传来王天意崩溃的哭声，混着远处幼儿园的歌声，渐渐消失在风里。家里的老房子拆迁了，几百万的拆迁款，我妈却在众亲戚面前满脸笑意的将这笔钱分给了我弟，
甚至连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们也收到了几万的红包，尽显热闹与喜庆。唯独我什么都没有。喧闹的客厅中，暖黄的灯光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光滑油亮，唯独我却格外冷清。空气中弥漫着新钞票特有的气味，混合着尘土的痕迹与愉悦的情绪。亲戚们团团围住我妈和我弟，嘴里说着一套套谄媚的话，唾沫飞溅。哎呀，老姐姐，您真是有福气，儿子这么争气。没错，这下小刚结婚的新房，还有将来孩子的奶粉钱，统统不愁。我妈披着那件压箱底的深红丝绒外套，脸上的皱纹如同开放的菊花。她手中夹着几张崭新的100元大钞，宛如女王挥舞着权杖，享受着来自众人的崇拜。哪里都是应该的，她谦虚的回应，却在心里得意的扫视全场。当目光最终落到我身上时，那一丝笑意霎时冷却，变得如同刺骨寒风一般。小刚是家里的独苗，这钱自然理所应当给他，还得传宗接代、光宗耀祖呢。他停顿了一下，似乎觉得这样还不够，接着补充道，那声音虽小，却如针般刺耳。女孩子嘛，终究是要嫁人的，给她也是便宜了外人。那一瞬，我仿佛成了付费观众，目睹了一场名为母慈子孝的家庭伦理剧，却连张票钱都没拿到，唯有强颜欢笑，心如坠入冰窖，瞬间寒冷如铁。周围的欢声笑语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，变得模糊不清，可以感受到身旁老公温暖的手紧紧握住我冰冷的指尖，力道十足，似是在无声传递力量和愤怒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维持着脸上最后的体面，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而眼神却不知觉的冷却。我早有预感会遭到偏心，但没想到会如此极端。几百万，不是几百块。在他眼里，我这个女儿或许连个路人都不如，至少路人有时还能得到一句谢谢或一个微笑。婚前的闹剧终于接近尾声，亲戚们揣着或多或少的红包，心满意足的陆续离去。客厅里只剩下我们一家4口，以及满地的瓜子壳和烟蒂。弟弟李刚和他的新媳妇儿正亲昵的靠在一起，兴奋地讨论着未来的安排。这笔钱，我们先把市中心的大平层定了，写你的名字。李刚搂着媳妇的肩膀，神态中满是骄傲。讨厌，当然要写我们俩的名字了。弟媳娇嗔道，目光连我都懒得瞧，仿佛我只是透明的背景板。我妈满脸欣慰地看着他们，仿佛看到了李家光明的未来。与老公对视一眼，我们彼此眼中都流露出深深的疲惫与无奈。这里已没有我们立足之地，我们先走了。我的声音平静，听不出情绪，没有争吵，没有质问。我明白这一切只会是无用功。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我转身，慢慢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，动作缓慢而坚定，仿佛在完成一次早已排练好的告别仪式。脑海中那些被他刻意遗忘的片段不合时宜的重现。小时候，家中有好吃的苹果，始终是弟弟挑选最大的，而我无论如何只能拿到最小的，甚至根本没有。新衣服永远是弟弟先穿，我只好捡他穿小了的，或者干脆没有我的份。当我考取好成绩，得到的奖励却只是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，而弟弟考砸了，得到的却是安慰与更多零花钱，理由是男孩子压力大。我的压岁钱总是被妈妈以帮你存着为名拿走，转身就给弟弟买了最新的游戏机。我并非没有努力争取过，也不是没有哭闹过，可每一次
我换来的都是母亲更加严厉的斥责和对弟弟更明显的偏袒。你是姐姐，理应让着弟弟。女孩子心眼怎么可以那么小？家里就这点条件，当然要照顾儿子。一次次的碰壁与失望，如同钝刀割肉，磨平了我心中的棱角，也无情的熄灭了我对母爱的期待。心不是一天凉的，树叶也不是一瞬间黄的。我妈这盆冷水，从我记事起就没停过，今天只是最后一点火苗被扑灭而已。也好，省电。我挽着老公的手臂，一步步走向门口，只想尽快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空间。刚拉开停在院子里的车门，准备上车，突然一个熟悉又刺耳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：等等，你先别走。我回头，只见我妈一手拎着一个硕大的花花绿绿的旧行李箱，另一只手死死拽着不情愿的弟媳，气喘吁吁地追了过来，那架势就像生怕我们逃走。她几步就抢到车门边，不容分说地把行李箱塞进后座，一边忙着塞一边理直气壮地说：正好送我们去你家，你弟要重新装修婚房，没地方住，我先在你那儿住一段时间。行李箱的边角狠狠磕在车门内侧，发出一声闷响。我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又扔下一个重磅炸弹，语气不容置疑，仿佛在宣布一个已经确定的事实。还有，以后我养老的事情就全包给你了。你弟压力大，你条件好，理应你来负责。他抬起头，那张刚因添新儿子而容光焕发的脸上，此时却满是你应该，你必须的蛮横。看着他这张脸，我突然笑了，那是一种极度荒谬后气到极致反而冷静下来的笑。难道他忘了就在5分钟前，他是如何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当作彻头彻尾的外人，连1分钱都不肯分给我？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流行起用完就扔，扔了还能捡回来当传家宝的戏码？我收起笑容，眼神坚定地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平静而清晰地说：妈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拆迁款几百万，1分没给我，现在你让我负责养老。我的声音不大，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坚定。谁拿钱谁负责，这道理连3岁的小孩都懂。听完我的话，我妈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料到一向懂事的我会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。她那张写满你应该的脸瞬间变得阴沉，仿佛被泼了墨。你说什么？她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尖锐的像是指甲划过玻璃。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！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到现在，供你吃供你穿，难道你就这样不认老娘了？他开始拍打自己的大腿，痛哭流涕，眼泪如洪水般汹涌而下。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不孝女啊？天理何在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果然没错。现在家里拆迁了，你就想甩开我这个老包袱了是不是？我冷冷地看着他的表演。泼出去的水，刚才分钱的时候他怎么不说？现在需要人养老了，又想把水舀回来，这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妈，别说了。弟弟李刚皱着眉头，不耐烦地走过来。他不是来劝架的，而是来帮腔的。他看着我，语气里透露出一种习惯于被宠的理所当然。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跟妈说话？妈养我们不容易吗？不就是去你家住段时间，让你照顾一下吗？你至于这么小气？还有，那拆迁款本来就是我们老李家的，给你干嘛？给你了，不就相当于给了外人？弟媳在旁边也阴阳怪气的附和：就是啊，姐，你现在日子过得多好，住大房子开好车，帮衬一下家里也是理所当然的嘛。妈已经年纪大了，
你就忍心让他没地方去吗？他们你一言我一语，似乎我才是那个罪大恶极、忘恩负义的人。我妈的眼泪像是打开的水龙头，流出来的不是水，而是无休止的你不听我的，就是不孝的苦涩谴责。可今天我已自带解药，百毒不侵。小气，我重复着这个词，目光转向我弟，几百万的拆迁款，你们拿着心安理得。我只是拒绝承担不属于我的责任，就成了小气。李刚，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，从小到大，这个家是谁付出的多？是谁在你惹祸之后，悄悄用自己的零花钱帮你摆平？是谁在你结婚时掏空了积蓄给你买房凑首付？我的声音虽然不大，却字字有力，带着长期压抑的委屈和愤怒。李刚的脸色微微变了，眼神有些闪烁，嘴上却依旧辩解：那不一样，你是姐姐，照顾弟弟不是应该的吗？应该的。一直沉默的老公终于站出来了，他向前一步，将我护在身后，声音低沉却坚定：没有法律规定姐姐必须无限度的贴补弟弟，更何况刚才分拆迁款时，你们是怎么对待我妻子的？一分钱没有，连个象征性的红包都没有。现在房子要装潢了，没地方住了，就想起他这个外人，养老的责任理应由继承财产的子女承担。你们把几百万装在口袋里，还想让一个没拿到一分钱的人来养老？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。老公的话犹如重锤，锤得李刚和他媳妇哑口无言。我妈见理论讲不过，眼看场面要失控，立刻切换回撒泼模式。我不管，我生了他，养了他，他就得给我养老，这天经地义。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开始嚎啕大哭，拍打着地面。你不让我住你家，不给我养老，我今天就死在这里，让大家看看这个世道怎么逼死了一个老母亲。这一场闹剧迅速吸引来左邻右舍和一些亲戚的围观，人们窃窃私语，指指点点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刚分完钱就闹起来了？听说是女儿不肯养吗？不对吧？刚才分钱就没给女儿，现在让人养老，确实说不过去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！我妈见围观人多，哭得愈加起劲，试图利用舆论压力逼我妥协。她指着我，对围观的人哭诉：大家快来看啊，这个不孝女！我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着大，她现在有钱了，就不认我这个妈了。拆迁款没给她，她就记恨我，连家都不让我进了。我真是命苦。看着她颠倒黑白的表演，我感到一阵恶心。以前我一直觉得家丑不可外扬，怕别人知道我妈偏心，让我丢脸。如今我才明白，有些家丑不说出声，别人就真以为我是软柿子，谁都能来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头的怒火与委屈，走到能让围观人听见的地方，声音不大但清晰：各位叔叔阿姨、大哥大姐，我知道家事不该拿出来说，但今天我妈做的实在过分。刚才家里分拆迁款几百万，但我一分没拿，我认了，毕竟我是女儿，在她心中或许我真的是外人。但现在她要带着行李，非要住进我家，还要求我赡养她，理由是我弟弟拿了钱压力大，而我条件好就该承担。我环顾四周，看着那些或好奇、或同情、或漠然的眼睛，反问道：请问大家，有这样的道理吗？难道孝顺就是意味着我这个被净身出户的女儿，不仅不能分到家产，还要背负一个无限的养老责任吗？谁拿了拆迁款，谁就该承担主要的赡养责任，这难道不合情合理吗？我的话声如雷，围观人群中低低的议论声渐起，
风向似乎开始悄然转变，一些原本只是来看看热闹的人，他们的眼神中透出些许同情和对我母亲做法的不满。我母亲没料到我会当众把事情说得如此直白，愣住了，哭声也卡在了喉咙。趁着这个时机，我拉着丈夫迅速钻进车里，紧锁车门。开车，我急促地说道。老公立刻发动了汽车。母亲反应过来，像疯了一样扑到车窗前，拍打着车窗，嘴里不住咒骂：白眼狼，你给我回来，你敢走，你走了就别认我这个妈。汽车缓缓驶离那个喧嚣而令人窒息的院子。我没有回头，但透过后视镜，我看到母亲拍打着车窗，追着车跑了几步后，最终停下，身影越来越小，越来越模糊。然而，那种透过玻璃便能感受到的怨恨与不甘，仿佛一根细细的丝线，紧紧缠绕在我的心头。今天这一扇车门关上，不仅关上了喧嚣，也关上了我前半生对母爱的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回家的路上，车厢里静得出奇，夕阳的余晖透过车窗，在我脸上洒下点点光影，宛如此刻我内心的复杂情绪。过了很久，老公才腾出一只手，轻轻拍了拍我微微颤抖的手背，安慰道：别难过了，你做得对。他的声音温柔而坚定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我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夺眶而出，却又强忍着抑制住。我只是觉得有点可笑。我声音有些沙哑，以前爸还在时，他虽然也偏心，但多少还会有所顾忌。爸走了几年，他怎么就变得如此？父亲的形象在脑海中一闪而过，他是个老实寡言的男人，虽无大本事，却对我倍加宠爱。父在，母亲的偏心还能稍微平衡。然而，自从父亲因病去世后，母亲似乎挣脱了束缚，将所有的爱与资源愈加肆无忌惮地倾注到了弟弟身上。有些人是不会改变的。老公叹了口气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捍卫自己的底线，这次必须坚决到底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心软退让。我点点头，眼神逐渐清晰，他想故技重施是不可能了。我们很快达成共识，守住我们的家，绝不接受母亲这种毫无底线的道德绑架。而在赡养问题上，可以基于人道主义原则，在他确实无法自理，并且弟弟不尽责任的情况下，提供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有限的帮助，但绝不会容忍他现在这种将我们当作冤大头和免费保姆的做法。老公说的对，这哪是养老，简直是精准扶贫，偏偏只扶那些懒汉而不顾勤快人。问题是，凭什么接受扶贫的是拿了几百万的富翁，而出力的却是我这个被清零的人？没过多久，安宁的日子又被打破了。自第二天起，母亲的电话如同催命符一般，猛烈轰炸我的手机，每天几十个电话，打得我手机发烫。内容也就那么几样，一开始是哭诉，声泪俱下，诉说自己孤苦伶仃，声称养活了我却被抛弃，听得人心生怜惜。我试图跟他讲道理，解释我的立场，但他根本不听，反复强调他的逻辑：我是你妈，你就得养我。几次沟通无效后，我索性不再接他的电话。接着，他的话语变得咒骂不堪，白眼狼、不孝女、不得好死的污言秽语轮番上阵，简直让人厌恶不已。再后来，威胁接踵而来，扬言要去我的单位闹，让我丢掉工作，甚至要去我公婆家败坏名声，甚至扬言喝农药死在我家门口，让我背负一辈子的骂名。母亲的电话成了夺命追魂 call， 每天800遍的重播着：你不孝，我白养你了，
我要去死3件套。想想，若他这份毅力能够用在年轻时好好工作上，哪至于现在只能靠道德绑架过日子。我毅然将他的号码拉黑，他换着亲戚的电话打，家里的座机、7大姑8大姨的手机轮流上阵，信息轰炸更是没有停过。手机的短信箱很快被各种指责和谩骂塞满。那段时间，我的手机铃声成了我的梦魇，每当它响起，我的心都不禁感到一阵紧张。更让我寒心的是，弟弟李刚也给我打来了电话。我以为他多少会有些愧疚，或者至少能劝劝妈，结果他的语气比我妈还要强硬。姐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赶紧把妈接回去，她都快被你气出病来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管妈，姐弟关系就别维持了，就当没有你这个姐。听着电话那头理直气壮的声音，我只觉得一阵反胃。这就是我那个从小就护着、辛苦贴补的弟弟，拿了几百万的拆迁款，不仅没有丝毫感恩，反而主动对我施加压力。原来在他们母子眼里，我的存在就是为了无止境的付出，而不能有任何怨言。挂了电话，我透过窗外灰蒙蒙的天空，心中那一丝残存的温度也瞬间凉透。果然，没过2天，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我妈真的找到了我公婆家。那天是个周末，我和老公正好不在家，去超市采购。接到婆婆打来的电话时，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。婆婆在电话里的语气显得很为难：“小静啊，你妈来了，你看。”我和老公立刻掉头往家赶，推开公婆家的门，果然看到我妈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正对着我公公婆婆抹眼泪。地上那个熟悉的花布行李箱格外刺眼。亲家公、亲家母，你们可要给我评评理啊！我妈见我们进来，哭得更大声了。我辛辛苦苦把女儿养大，她现在日子好过了，就嫌弃我这个当妈的了，连家门都不让我进啊！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她一边哭诉，一边偷偷打量着公婆的脸色，显然是想借此机会挑拨离间。我公公婆婆都是通情达理的人，虽心里不赞同我妈的做法，但毕竟是亲家，也不好直接将人往外推，只能站在一旁，尴尬的不知道该如何劝说。我妈这招曲线救国，跑到我公婆这来演戏，是觉得换个舞台我就能被感动。拜托，剧本烂就是烂，无论在哪演都一样。幸好我公婆是明事理的人，没被他带偏，要不然我家可真成了加逗连续剧的现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上前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。妈，这里是我公婆家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来打扰他们。然后我转向公婆，带着歉意说道：爸妈，对不起，让你们为难了。接着面对公婆，我详细而客观地把我妈如何分拆迁款，如何独独漏掉我，又怎样要求我承担全部养老责任的事情复述了一遍。爸妈，不是我不孝顺，而是我妈的要求实在太过分，几百万的拆迁款全给了我弟，而我却一个子儿都没拿到，竟然要我来承担养老的责任，这太不公平了。我真诚地看着公婆的眼睛，我和我老公也有自己的小家要经营，我们也面临着困难，赡养老人是我们的义务，但不能以牺牲我们自己的生活，牺牲我们小家庭的幸福为代价，更不能接受这种毫无道理的绑架和勒索。公婆听完，互相对视一眼，婆婆叹了口气，走过来拍了拍我的手：孩子，我们都明白，确实你妈做的不对，你放心，我们会支持你的决定。公公轻轻点头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：亲家母，
我们并不是不欢迎您来，只是孩子们正在面对他们各自的难题，理应是每个拿了财产的人多分担一些责任。您还是先回去和小刚再好好商量一下吧。我妈见公婆的态度和我站在一起，挑拨离间的企图瞬间落空，脸色大变，愤然却又无奈，只能恶狠狠地瞪我一眼，随后不情不愿地提起她的行李，缓缓被我们请出了公婆家。送走这位大佛，我心中却没有感到一丝的轻松，心里明白这只是短暂的平静，他绝不会甘心就此罢休。未能通过强势，就换来了软磨。几天后，远房姨妈打来电话，语气透着关切：“小静啊，你妈近来好像身体不太好，时常提到心口疼，连饭都吃不下，整个人也消瘦了不少。她最近还向我说，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合眼之前，能再和你好好聊一聊，期盼你不要再对她生气。”姨妈的话如同一根温柔的针，刺入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毕竟她是我的亲妈，血缘的羁绊是无法割舍的。我脑海中浮现出她逐渐苍老的面容，以及记忆中那些难得的温暖瞬间。我真的做得太绝了吗？万一她真的病重了，我的心瞬间摇摆不定。老公察觉到我的犹豫，轻轻握住我的手，提醒道：“可别忘了他以往所作所为，这很可能是苦肉计。你要是回去，一旦心软，又要回到从前的循环里。”他的提醒如一桶冷水，瞬间浇灭了我的动摇。对啊，我怎么能忘记？忘记了他在分配财产时的冷漠，忘记了他在车边撒泼的无礼，忘记了他在电话中的恶毒诅咒，忘记了他到公婆家颠倒是非的大哭大闹。亲情有时就像一根橡皮筋，拉得太紧会让自己受伤，可若是毫无底线，对方会将你勒到窒息。我妈这出病危通知，我得先搞清楚是真病危，还是用来威胁我的病危戏。我稳了稳神，对电话那头的姨妈说道：“姨妈，感谢您告诉我，如果我妈真的不舒服，她可以去医院检查，相关的检查费用和住院费我会全力承担。但我现在确实没法回去照顾她，如果她愿意，我可以请个保姆帮忙几天，费用从我该出的赡养费中支出，但这笔钱最终还是要算在我弟弟的头上，毕竟拆迁款在他手里。”我把话说得很清楚，只谈钱，不谈感情，更不松口养老或让他同住的事宜。姨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之久，最后叹了口气，表示明白。不久后，我从其他亲戚得知，我妈确实去社区医院检查了，医生说她没什么大问题，只有高血压和焦虑，开的药只是让她注意休息，放松心情。所谓的瘦了一圈和吃不下饭，不过是他自我夸大的表演，目的还是想让我回去，再次以旧手法赖上我。狼来了的故事真没骗我。我妈的病根不在身体，而是心中那种绝不榨干女儿不罢休的偏执癌晚期。而与此同时，我那个拿了几百万拆迁款的宝贝弟弟，日子也并不像我妈所期望的那样从此飞黄腾达。他拿到钱后，并没有立即着手装修婚房，亦未对我妈表示丝毫感激，反而如脱缰的野马，肆无忌惮地挥霍着。今天换了最新款的手机和电脑，明天又买了大牌的衣服与包包，聚众狂欢，夜夜下馆子，出入奢华娱乐场所，神态自若，花钱如流水。听说他又跟着狐朋狗友参与了一个什么高回报的投资项目，投进去一大笔钱。我妈心里急得不得了，看在眼里，对他说了几次，却不仅无效，反而被他嫌弃他唠叨：“我的钱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你管得着吗？”
当初是你非要把钱都给我的，现在又来后悔了。母子俩的关系因为钱渐渐出现了裂痕。然而，我妈却并没有因此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和偏心行为，相反，她更坚定了要赖上我的决心。在她眼中，儿子是靠不住了，而女儿有出息，心软，只要她豁得出去闹，总能逼我就范。我这个备胎，在她心里反而成了比主胎更可靠的长期饭票。这种认知既让我觉得可悲，也觉得可笑。至于我弟，几百万对他而言不是启动资金，而是作死基金。我已经能预见到他的未来。我妈的骚扰并没有因为苦肉计的失效而停止，反而愈演愈烈。她开始不满足于电话和短信的骚扰。有一天，我下班走出公司，赫然发现她在不远处的花坛边等我。看到我，她立刻冲过来，试图抓住我。你个死丫头，终于舍得露面了，赶紧跟我回家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甩开她的手，快步朝停车场走去。她在后面紧追不舍，一边追一边骂，招来了路过同事的侧目。还有一次，她直接堵在我家小区的门口，我开车回去，她就拦在车前不让我进。保安过来劝阻，她便与保安吵了起来，场面一度沸沸扬扬。她的行为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，让我身心俱疲。弟弟花钱的速度简直堪比印钞机的印钞。我妈如今一定后悔的肠子都青了，但她的逻辑却是奇怪无比。儿子败家了，不想怎么教育，反而觉得我应该像提款机一样随时提款。她一次次的骚扰与纠缠，像钝刀子般消磨着我最后一点耐心。终于，在一个周五的下午，我提前下班回家，刚走到小区楼下，就再次看到我妈在等候。她没有哭闹，也没有咒骂，只是用一种充满怨毒的眼神死死盯着我。当我试图绕开她走进去时，她突然冲过来，猛地抓住我的胳膊，尖锐的声音嘶吼：“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不孝女，自己住着大房子，开着好车，竟把亲生母亲赶出家门，天理难容啊！”她的嗓门极大，瞬间吸引了周围邻居的目光。拆迁款几百万不给我，现在连口饭都不给我吃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不如死了算了。她一边喊，一边用力撕扯我的衣服，试图把我拖倒在地。就在那一刻，长期积压的愤怒、委屈、厌恶如火山般爆发，我一直努力维持的理智与冷静也随之崩溃。够了！我猛地甩开他的手，因用力过猛，身体微微颤抖。周围聚集的邻居们发出一阵惊呼，我妈踉跄着后退2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又开始了她的拿手好戏，撒泼打滚。灰扑扑的水泥地上腾起呛人的尘土，她拍打着地面，震得枯叶簌簌掉落。大家快看看啊，这就是我养了几10年的女儿。浑浊的眼泪混着鼻涕糊在她泛红的脸上，现在有了钱就忘恩负义，连自己的亲妈都不要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指甲掐进掌心，才稳住声音：“各位街坊邻居，今天我把话说明白。”手机屏幕亮起，转账记录的数字在阳光下泛着冷光。去年弟弟结婚，我出了10万礼金；前年他创业失败，我替他还了5万债务。人群中传来倒抽冷气的声音，几个阿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。我继续翻出拆迁协议的扫描件，可这笔几百万的拆迁款，我连零头都没分到。现在我弟开着豪车挥霍，他却想让我当冤大头。你胡说！我妈突然抓起地上的石子朝我扔来，被眼疾手快的张婶拦下。她气得浑身发抖，脖颈青筋暴起。
女孩子迟早要嫁人，钱给你不是便宜了外人，是吗？我冷笑一声，从包里抽出律师函，纸张在风中发出清脆的声响。这是赡养协议，按法律规定我每月支付2000元赡养费，但前提是弟弟必须从拆迁款里拿出10%建立赡养基金。这时，戴着金丝眼镜的退休法官陈叔分开人群走出来，他举起手机展示法条。根据民法典第1130条，有能力却不履行赡养义务的，可以少分或不分遗产。李阿姨把全部财产给儿子，理应由他承担主要赡养责任。我妈像被抽走骨头般瘫坐在地，脸色由红转白。她突然抓起行李箱，拉杆在地面拖出刺耳的声响。好，你有种，咱们走着瞧。原以为这场闹剧就此结束，没想到3天后，我竟收到了法院传票。开庭那天，审判庭里挤满了人，不少都是曾经围观过我们争执的邻居。法庭的白炽灯管嗡嗡作响，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。我妈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，拄着拐杖，佝偻着背走进来，活像风中残烛。法官大人，他一开口就开始抹眼泪。我含辛茹苦把女儿养大，现在我老了，他却把我扫地出门。我每天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旁听席传来压抑的啜泣声，几个年长的阿姨还对着我摇头叹气，前排的大妈甚至小声嘀咕：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懂事。我静静地听完他的哭诉，等书记员记录完毕，才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反对。我将一叠厚厚的银行流水单递给法官，这是过去3年的转账记录，每月2000元赡养费，我从未间断。接着又展示了不动产登记中心开具的证明，而我弟弟名下有3套房产，2辆豪车，这些都是用拆迁款购置的，他完全有能力赡养母亲。说到这里，我转向证人席上的母亲，妈，您确定要把事情闹大吗？要不要我把您和弟弟转移财产的聊天记录也拿出来？法庭瞬间安静的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。我妈涂着廉价口红的嘴唇不停颤抖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。她的律师也慌了神，摘下眼镜擦了擦汗，小声和他交谈几句后，站起来说：法官大人，我方申请撤诉。走出法院时，初夏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，本以为能松口气，没想到更大的麻烦接踵而至。公司里，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变得躲闪，茶水间的讨论声戛然而止。有天午休，我无意中听到2个年轻同事的对话，听说他对自己亲妈都这么狠心，就是这样的人，谁敢跟他合作？我攥紧手中的咖啡杯，指甲几乎要掐进杯壁。回到座位上，我翻出手机里保存的所有证据，整理成详细的文档。下班后，我敲响了总经理办公室的门。王总，我知道最近公司里有些关于我的传言。我将文件推到他面前，这是事情的全部真相。如果公司因为这些谣言对我有任何质疑，我愿意配合调查。王总认真翻看了资料，沉默良久才说：其实我相信你，但现在舆论对你不利，市场部的新项目原本打算让你负责。他叹了口气，先避避风头吧。就这样，我被调离了核心岗位，安排到后勤部门整理档案。老旧的文件柜散发着刺鼻的霉味，每天面对堆积如山的文件，我却没有丝毫抱怨。白天，我认真地给每份文件编号、归档，在单调的工作中寻找秩序。晚上回家后，我打开台灯，开始学习法律知识，参加线上的调解课程。老公心疼我，
劝我干脆辞职，我却摇头，我没做错，为什么要逃？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弟弟那边却传来了坏消息。听说他和所谓的朋友投资餐饮生意，结果被人卷款跑路，不仅血本无归，还欠下了高利贷。债主们天天堵在他家门口，那些用拆迁款买的豪车被抵押，2套房子也挂在了中介的售卖平台上。有邻居偷偷给我发来视频，画面里弟弟狼狈地缩在墙角，脸上带着被殴打的淤青，而我妈跪在地上，拉着债主的裤腿，苦苦哀求。有天深夜，我接到老家邻居的电话：“闺女，你快来看看吧，你妈被气得住院了。”赶到医院时，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，走廊的灯光惨白而刺眼。推开病房门，我看到母亲形容枯槁地躺在病床上，原本花白的头发几乎全白了，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。她看到我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愧疚，却还是倔强地别过头去。我替她交了住院费，安排好护工，却没有留在医院照顾她。临走时，我把新的赡养协议放在床头，每个月2000元赡养费，我会按时打到您卡里，但其他的我无能为力了。背后传来断断续续的啜泣声，可我没有回头，因为我知道有些伤害不是眼泪就能弥补的。出院后，在居委会的调解下，我们签订了正式的赡养协议。调解室里，墙上的时钟滴答作响，弟弟穿着洗褪色的旧衬衫，签字时手一直在发抖。他不敢看我的眼睛，只低声说了句：“姐，对不起。”我妈坐在一旁，双手紧紧攥着衣角，始终没有说一句话。生活渐渐步入正轨，公司里那些谣言也随着时间淡去。有天，王总突然找我谈话，市场部现在有个重要项目，想让你负责，愿意回来吗？我点点头，重新回到了熟悉的岗位。这一次，我更加自信从容。我带领团队加班加点，用专业和努力证明自己。在项目庆功宴上，同事们纷纷向我敬酒，曾经质疑我的那些人也真诚地向我道歉。工作之余，我还加入了社区的调解委员会，用自己的经历和学到的法律知识，帮助那些面临类似困境的人。有一次，一位年轻女孩哭着找到我，说她的父母要把她的彩礼钱拿去给弟弟买房。我陪着她和父母沟通，耐心地讲解法律知识，最终帮她维护了自己的权益。看着女孩感激的眼神，我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得。新家的落地窗外，晚霞将天空染成蜜色，公婆在厨房忙碌，飘来阵阵饭菜香。老公陪着小侄女画画，5岁的孩子举着画跑来：“姑姑，这是我们一家人。”画纸上4个手拉手的小人被涂上鲜艳的色彩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画上，仿佛给这幅画镀上了一层金边。手机突然弹出新消息，是社区调解群里发来的。一位大姐分享了自己的故事，说因为听了我的讲座，她终于鼓起勇气和重男轻女的父母谈判，争取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。看着屏幕上的文字，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。门铃响起，是张婶送来刚蒸好的青团。热气氤氲中，她拉着我的手说：“闺女，现在小区里那些重男轻女的家长都不敢再理直气壮的偏心了，你给咱们女孩子们争了口气。”张婶的话让我鼻尖发酸，眼眶里打转的泪水终于落了下来。这些年受的委屈，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欣慰的泪水。我握紧张婶的手，声音哽咽：“张婶，多亏了您一直支持我。”傻丫头，张婶轻轻拍着我的手背：“你这孩子太不容易了。”
不过现在好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送走张婶后，我站在阳台上，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，晚风轻轻拂过脸颊，带来丝丝凉意。这时，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是社区调解委员会的李主任发来的消息：小静，下周有个关于女性权益保护的公益讲座，想邀请你作为嘉宾分享一下经历，你看方便吗？我盯着屏幕，思绪万千。曾经，我以为这些痛苦的经历是人生的污点，只想将它们深深埋藏。但现在，我明白了，正是这些经历让我成长，也让我有了帮助他人的能力。好的，李主任，我一定准时参加。我回复道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开始认真准备讲座内容。每天下班后，我都会花几个小时整理资料，反复修改演讲稿。老公看我这么认真，也主动帮我收集资料，还模拟观众提出各种问题，帮我完善内容。讲座当天，会议室里坐满了人，有年轻的女孩，也有上了年纪的阿姨。看着台下期待的目光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。从拆迁款分配的不公，到法庭上的对峙，从公司里的谣言，到弟弟破产后的困境。说到动情处，不少听众都红了眼眶。曾经，我也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。我看着台下，声音坚定，但是后来我明白，真正的失败不是遭遇不公，而是在不公面前选择了屈服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追求公平和尊严的权利，无论面对多大的压力，都不能放弃。讲座结束后，许多人围了上来。一个年轻女孩拉着我的手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姐，你的故事给了我勇气。我爸妈也一直重男轻女，什么都给弟弟。以前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，现在我知道，我也有争取自己权益的权利。看着女孩坚定的眼神，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我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妹妹，记住，你值得被公平对待。如果需要帮助，随时联系我。从那以后，找我咨询的人越来越多，有被父母要求补贴弟弟的姐姐，有在财产分配中被忽视的女儿，还有在婚姻中遭受不公的妻子。我利用业余时间为他们提供法律建议，陪他们与家人沟通，甚至帮他们联系律师。有一次，一位50多岁的大姐找到我，她含着泪说，自己辛苦工作一辈子，攒下的钱都被丈夫和儿子拿去给小儿子买房，自己连退休金都被控制。我陪着她去银行查询流水，收集证据，又帮她联系了法律援助中心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大姐终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。小静，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！大姐拉着我的手，泣不成声，要不是你，我这辈子都不知道该怎么过。看着大姐重获新生的样子，我深深体会到了帮助他人的意义。这些经历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在社区调解委员会工作的决心。与此同时，我在公司的事业也蒸蒸日上。我带领的团队成功拿下了几个重要项目，得到了公司高层的认可。年底，我被提升为部门总监，管理着20多人的团队。升职那天，老公特意准备了丰盛的晚餐，公婆和小侄女也一起庆祝。饭桌上，小侄女举着果汁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姑姑好厉害，我以后也要像姑姑一样。”大家都笑了起来。温暖的灯光下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这一刻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。然而，生活总是充满意外。一天，我突然接到老家医院的电话，说我妈突发脑梗，情况危急。赶到医院时，病房里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味。我妈躺在病床上，插着各种管子，已经陷入昏迷。
弟弟坐在一旁，头发凌乱，满脸憔悴。看到我，他一下子站了起来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姐，医生说妈情况不好，怎么办？”我看着病床上的母亲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曾经的怨恨、委屈，在这一刻都化作了一声叹息。不管怎样，她都是我的母亲。我冷静地和医生沟通病情，办理住院手续，联系最好的专家。在我和弟弟的精心照料下，我妈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，但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，半身不遂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姐，对不起。一天晚上，弟弟突然对我说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总觉得你是姐姐，就应该让着我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我错的有多离谱。看着弟弟懊悔的样子，我叹了口气，过去的事就别提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照顾好妈。我们重新签订了赡养协议，根据各自的经济情况分担费用。我虽然工作繁忙，但每周都会抽时间回老家看望母亲。一开始，她不敢看我的眼睛，总是躲躲闪闪，后来渐渐开始和我说话，有时还会拉着我的手，流下愧疚的泪水。闺女，妈对不起你，她含糊不清地说。我轻轻握住她的手，妈，都过去了。时光飞逝，转眼间2年过去了。母亲的身体慢慢好转，虽然还是行动不便，但精神好了很多。弟弟也重新振作起来，找了份稳定的工作，踏踏实实过日子。一个周末，我带着公婆和小侄女回老家。院子里，母亲坐在轮椅上，看着小侄女在院子里欢快地奔跑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奶奶，你看我画的画。小侄女跑过来，举着一张画，画上有5个人，手拉着手，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。母亲接过画，仔细地看着，眼里闪着泪花。好看，真好看。夕阳的余晖洒在院子里，温暖而柔和。看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，我终于明白，人生就像一场修行，所有的苦难都是成长的催化剂。当我们学会放下怨恨，勇敢面对生活，幸福终会到来。